如果要讲讲黑神话悟空的故事，我们需要从大圣爷西天取经归来之后说起。这猴子主动放弃了斗战胜佛的封赏，摒弃天条繁缛，选择回到花果山，与猴子猴孙们过那逍遥快活的日子。但这个行为让玉帝感到十分害怕，因为当年赐予孙悟空弼马温一职，就是为了便于在眼皮子底下管理，让他不要闹事儿。如今护送唐僧取经归来的悟空已是修成正果，若是放他归山，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啾啾。黑神话悟空目前发售已经有好几天了，各大 UP 主也是有发地图攻略的，无伤过 BOSS 教学的，还有 CG 整合的，剧情解读的。啾啾我呢也是和朋友一起花费了一些时间整理好了相关的剧情内容，点个赞，我们一同作为天命人重走这西游路。如果是还没有玩过游戏不想被剧透的小伙伴，可以先收藏一下本视频，等你通关之后再来回顾，看看咱们领悟的东西是否相同。游戏一开场，我们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就从小憩中醒过神来，紧接着就是非常震撼宏伟的大场景镜头描写，无数复制人一样的天兵天将被连主管列阵在前，身后是四大天王与巨灵神坐镇。接着一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身影出现了，在一顿互飙垃圾话的热身准备之后，两人开始缠斗起来。其实在原著里的第63回中，孙悟空和猪八戒正商量着怎么对付九头虫的时候，偶遇了二郎神带着六兄弟打猎归来，期间对话也是称兄道弟，非常愉快啊。不过这会儿可是又互相怼不上了，尤其是杨戬一口一句泼猴猢狲的，还放狠话说今天不管输赢在谁，这花果山都得铲平，好一个不讲道理。尤其是三界六道谁不追求长生不老的佛位，怎么你孙悟空倒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追求你想要的自由啦？有些人觉得这里台词设计的不好，但其实如果了解两人的关系，就会发现二郎神这是在暗示孙悟空只有自己能单挑猴子，是想要下手轻点，点到即止，给猴子后悔的机会。而那句哪怕输了也要铲平花果山，更是表明了他接到的任务。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提醒孙悟空，我们人多，你最好是趁早投降，回去了还能好好继续做同事。然而我们的大圣爷也是铁了心不肯受降，尤其是怀揣着猴子猴孙被屠杀的怨念，二人是打得不可开交啊！巨大的冲击波扰乱了天兵天将的阵型，甚至还震倒了巨灵神，大战一触即发。手持宝慧琵琶的持国天王率先发动攻击，随后广目天王、增长天王、多闻天王也一并行动起来，使出浑身解数要将孙悟空捉拿归案。同时二郎神也是掏出了开山斧，大喝一声劈向悟空。悟空躲过这一招，声称太阳耀眼，邀请二郎神去山中战斗，便化作一只麻雀准备开溜。毕竟这会儿对面都上了，准备开始群殴自己了，得赶紧跑才是。这里也是呼应了《西游记》原著第6回中孙悟空与二郎神施展各自的72变身法的故事。但这个时候意外却发生了，悟空头上的金箍圈再次出现，明明成佛之时金箍圈已自然消失不复存在，为何这个时候又出现，扰乱了悟空的心智？这里我们先按下不表，悟空被这突然出现的金箍打了个措手不及。二郎神见状趁机化作人形，拿起3尖2人枪，便将悟空撞向山顶。只见霎时间天地震颤，飞沙走石。多年以后，花果山再次恢复了原本的模样，只是这里多了一块灵石。刚才的故事就是一只老猴子讲述的关于齐天大圣的最后一个故事。老猴子声称齐天大圣的尸首就藏在这块石头里，纵然身死，神魂却没有完全消散，而是化为了6件灵物，各自逃遁隐匿世间。若是有能找到大圣遗下的6件灵物并带回花果山的人，乃天命所归，也叫天命人。这便是大圣6根的传说。这里的6根其实就是佛教中常说的4大皆空6根皆清的6根，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古人认为此乃心的外缘，能感知6尘并形成6识，能见色为眼，能听声为耳，能嗅香为鼻，能尝味为舌，能感触为身，能知法为意。在《西游记》原著第14回中，孙悟空与唐僧2人取经路上遇到了6个强盗，名字分别是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身本忧、意见欲，也是代表了佛教中的这6根。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原著中孙悟空打死了这6个强盗之后，被唐僧责怪太过凶顽，听不得和尚絮叨的猴子一怒之下丢下他，自己跑去找东海龙王喝茶去了。唐僧一人独自前行时遇到了观音菩萨变的老妇人，老妇人借此机会送了一顶帽子以及配套的紧箍咒给唐僧。这么看的话，孙悟空正是清扫了6根，象征着对6根的超越和对欲望的克服，而后又被观音菩萨给强制爱，正式踏上老老实实保护唐僧取经的打工之路了。不小心扯得有点远了。我们在第1回故事关底打败黑熊精之后获得的6根之一就是眼看喜。
开局铺垫了这么多，终于是到了天命人的回合了。第一回火照黑云，随着标题缓缓浮现，咱们也是落脚在了黑风山，找到土地庙。黑风山的土地公公告诉天命人，前方就是观音禅院，早先一场大火烧毁了它，后来禅院被重新修缮，但这其中还隐藏着许多陈年往事与恩怨纠葛。土地公也警告天命人小心谨慎，自求多福，因为这里还有很多人正盯着他。这里呢有个细节，天命人在上香的时候没有用嘴吹火，而是摇摇香火，用风灭火。古人认为香烛是沟通天地人的桥梁，它必须干净清洁。按照道教和佛教的说法，人的嘴是造业之口，带有浊气，所以香不能被浊气污染，否则祈祷则无用。包括上香也是用的左手，因为佛教中认为右手不洁，用左手上香更为虔诚。在黑风山的路上，土地公一路引导天命人，还教会了他定身法，协助他化身金蝉，秘密探索山中。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土地公公为什么会帮助天命人啊？本身他确实是有着保育这一片水土的职责，但是在咱们来这之前，就有一位穿着一领星辰点缀的道袍，挎着一个青藤编就的药篮的老道长，将篮中的奇珍事物和灵丹妙药赠予了土地公公，并告诉他，不久后会有一位故人来这儿，到时候还辛苦土地公公传授2招保命的法术给他，全是了却了2人之间的情谊。这个故人说的就是咱们天命人。那这位老道人呢？虽然没有明说，但道士脚踏祥云远去时，天上飘下一片叶尖极细极长的叶子，菩提树的叶子就长这样。那这老道人是谁，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接着在这趟砍瓜切菜打小怪升级的路上，天命人遇到了第一个正式 BOSS 广智。广智手持赤潮，持握姿势像极了拿着青龙偃月刀的关公。他的进攻有2个招式，偃月和赶月。这把看似千斤的武器在他手上仿佛没有重量，整个战斗状态十分灵动凶猛，孔武有力。但尽管如此，终究还是不敌天命人。这里呢就不得不提一下广智的故事了。广智幼时并非和尚，而是一只极想做人的小狼妖，经常化形去镇上玩耍，却总被人们识破，受人追打。问缘由，众妖都道，你虽变得像人，却没有人味儿，自然会被认出。你若想学做人，就该去人堆里待着，与人相处，学习他们的礼仪和习惯。于是他跑去求大王成全，他的大王灵虚子与山中的黑熊精十分相熟，还有白花蛇精，他们仨算是结拜兄弟。那黑熊精呢，就将其化作一个小和尚，荐给了一同论禅的金池长老做弟子。一开始庙里的一众和尚都不喜欢他，时常戏弄他，而他总是呆呆的，容易上当受骗。金池长老便给他取了法号叫广智，希望他机智敏锐。在金池长老的关照教导下，广智学会了读书写字，清规戒律，融入了和尚之中。某日，这禅院中来了师徒2人，正是从东土大唐而来的唐僧与孙悟空。他们带着一件锦兰袈裟，那是老和尚从未见过的衣服，就想要那袈裟。广智呢，想要报答老和尚的恩情，就仔细替他谋算。广智还有一个师弟叫广谋，这个广谋是个小蛇妖，他的妖生目标和广智完全相反。广智想当人，可他却想要做个名垂青史的大妖王。虽然被他的大王白花蛇精送到金池长老这里修行，但他确实志不在此。相比之下，金池长老也更喜欢广智，甚至还总教育广谋，你行事太绝，事事应当留个有余不尽的意思。这道理长老自己也是懂的呀。可自打见了这锦兰袈裟以后，也是把这话给忘到了脑后，内心却充满了贪婪与欲望。已经收藏了有700-800件满堂衣袖，四壁绫罗，但还是贪心的相中了唐僧的袈裟，一直哭着到2更还惦记着，就喜欢那件袈裟。那其他的小和尚也不敢吱声，结果广智站出来说，不行，给他俩杀了买后院，硬抢来做传家宝。那广谋呢，白天见了孙悟空那模样，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就提议说，不如放把火，叫他欲走无门啊。但可惜孙悟空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及时借来了广目天王的避火罩，保护唐僧。反过来呢，引导火焰将整个禅院烧毁，火光冲天。回到黑风山上，叫上好弟兄灵虚子、白衣秀士一起商量着后天生日要办一个佛衣会 party。正巧呢，让这孙悟空给听着了，上去就是一闷棍把白衣秀士给打死。这白衣秀士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小蛇妖广谋的大王白花蛇精。当时灵虚子和黑熊精也是吓坏了，丢下兄弟就跑了。也不怪他们，你要是看见有人拎着棒子甩过来，你也第一时间得跑。那孙历代驰名第一妖，你这黑毛妖怪见到我还不跪下叫一声孙爷爷？黑熊精听罢大笑，就你啊，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哇，打着打着，这黑熊精喊了暂停，说是要回家吃饭了。
接着就闪身躲回洞里，写起请柬，准备安排生日宴会了。那孙悟空只能回去先跟唐僧汇报一下情况，再想想别的办法。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出门正碰上黑熊精手下的小怪出来给金池长老送请柬，笑了。但这里也表现出这黑熊精其实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啊。原来啊，这黑风大王从黑熊修成人道，经常来寺里跟金池长老讲经，互相传授佛法仙术，以朋友相称，所以这金池也能得以活到270岁。但这袈裟确实是被黑熊所窃，孙悟空也还没要回来。等到第二天，唐僧急得不行了，一直催悟空去拿回袈裟。悟空却想了一个绝妙的招，直接收回咱们游戏里这广智啊！金池长老撞墙而亡，灵虚子和白衣秀士死在了孙悟空的金箍棒下，连黑熊精也受降去了南海。广智深觉自己连累了许多人，认定自己做人失败，便弃了和尚的身份，重回山里，照着老和尚教的佛法悔悟去了。在山中修炼的日子里，他仿照那一夜所见漫山遍野的火浪，练就了一门新兵器，名为赤潮，也就是手中所持。那原著相关的一些故事背景刚刚基本上都交代完了，这妖怪们死的死，躲的躲，去南海的去南海，孙悟空和唐僧才得以继续往下推进取经之路。而黑神话悟空其实更像是一本续写《西游记》后面故事的同人小说。天命人什么身份？为什么会从黑风山开始重走西游路，历经81难？最终收集到大圣6根之后，真的会唤醒大圣吗？还有开头为什么大圣的金箍会突然出现？先别急啊，咱们第一回的内容里呢，肯定是看不出来太多东西的。咱们接着往后讲讲后面的发展。在击败了广智之后，天命人获得武器赤潮，习得变身法术，可化为狼妖作战。这里别忘了顺手敲个钟啊。接着路上会遇到一个名为幽魂的妖怪，但它既不是头目，也不是妖王，消灭之后呢，也不存在于隐神图中。原来这家伙居然是金池长老的幽魂。被天庭调遣从南海归来的黑熊精，一个人在黑风山苦闷之下，想着利用在观音那里学来的起死回生真言，把自己的朋友们都救活。但是在复活金池长老的时候，魂魄没在尸身上复生，却与他旧日埋藏的金银铜钱化身了一个在山场四处游荡的精怪。这个妖怪打死之后的精魄可以吸存，用于战斗时短时间的变身，打出瞬发高额伤害。穿过幽魂后面的小路，天命人来到了观音禅院，灵虚子已在此地等候多时。这里的灵虚子和我们前面原著中的灵虚子并不是同一个人物。当年灵虚子我们都知道被孙悟空一棒给打死了，然后刚才也说了，黑熊精在南海学会了起死回生真言，他以自愿赴死的狼妖为祭，复活了灵虚子。但因为重生也是有代价的，灵虚子得通过狼妖们的献祭与牺牲维持生命。可他却觉得于心不忍，有愧于狼妖们，于是选择上树自缢，兀自离去了。黑熊精担心群狼无首，乱了阵脚，于是把这个从狮驼国来的苍狼精扶到了新妖王的位置，还给了他一颗金丹，亲自赐名为灵虚子。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与灵虚子同来的狮驼国的狼妖们自然也就得了势。那原本黑风山的老狼妖肯定是不服呀，尤其是这个灵虚子也不走求仙问道那一套，只是修炼气力，引得老妖们心生怨怼，甚至还时常聚在一起怀念老妖王的统领，密谋要声讨新继位的灵虚子。不料灵虚子早有准备，他借着上班点名的名义，将本地小妖聚集在了禅院中，命令随从抓捕闹事的妖众，甚至还要吞噬殆尽。最后是广智闻声而来，帮助小妖们抵挡了灵虚子。黑熊精本来想要发落重要，但蛇精一派呢又站出来帮忙调停周旋。最后本地的狼妖们就再也不靠近禅院半步了。也正是因为这灵虚子只修炼气力，没有任何功法，只靠蛮力，甚至连人形都无法幻化，所以天命人也是很快的打败了灵虚子，找到了他留下的金丹。接着天命人一路前行，来到了白雾泽，只见一位鼎髻长髯、气度不凡的道人在此。他似乎对天命人的身份很清楚，但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自顾自地将葫芦点化，临走之前还留下了一句：既是天命，自然无法回头。接着继续往下走，便能在竹林里遇到躲起来的广谋。当天命人变身广智和他对打时，还有互动台词：就被你弄死了。他也是目前遇到的第一个 CG 还没有演完就偷袭我们的基因怪，但没有用，小小广谋拿捏。别忘了这里也要记得敲钟哦。穿过竹林，来到一处破破烂烂的木板桥。这个时候，一只蛇怪突然杀出，而此时又传来了另一个声音，要天命人击败妖怪，解救他。就在天命人打败妖怪时，一只高大的猴子跳了下来。原来刚才是他在求救，
与猴子一同进入山洞后，得知这厮也是从花果山来的，名为申猴，辈分呢还挺高。但是由于被贬沦落至此啊，我们叫他老表猴吧。老表嗜酒如命啊，他通过自己对酒的了解，用酿酒材料改良了天命人携带的酒。继续向前，眼前一处巨大的水潭挡住了去路，一个身着一袭白衣的道人出现了，他名为白衣秀士，其真身是一只蛇精。但我们知道原著中的那个白花蛇怪白衣秀士已经被孙悟空给打死了，而且黑熊精也没有复活他。这里的白衣秀士是新封的。打死白衣秀士之后，他自己也说了，他是由大哥派来做个内应啊。那这个大哥是谁呢？我们这里先按下不表。那白衣秀士在水里属于是主场作战，能够通过操控水波来攻击天命人，并且还会显露真身，利用强劲的蛇尾在水中快速移动。不过最终还是被天命人给击败了。从侧面往里走，可以看到旁边的树上吊着的正是被黑熊复活之后自缢的老灵虚子。隐身图的故事里面也能看到，灵虚子就是顺着这条路拐进来的。随着天命人敲响最后一口钟，3声钟鸣，时间交错，空间轮换，天命人来到了旧观音禅院。还记得白衣秀士死的时候说了什么吗？禅院烧没了，但是长老的冤魂没有散。天命人推开院子门，金池长老出现了，一头黑血，正是印证了原著中一头撞死的死法。禅院内的金池长老听到钟声响起，以为又有人来给他送宝贝了。终于响了，徒儿们！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给我带新宝贝了。看来这3声钟响是供奉金池长老的信号，即便这时的他双目失明，也依旧贪恋着那件袈裟。定是你把那袈裟藏起来了，快还给我！这里的金池长老是过去时间线里的长老，我认为可能是撞死之后，长老的冤魂迟迟不肯散去而凝聚成的妖怪，还修炼了邪术。对战的时候就会发现他能吸取弟子的精魄给自己回血。因为时间线不同，所以外面的绿头幽魂打死了之后也不会影响这里的金池出现。同时因为我们在这里打败了金池，他放下了执念。那袈裟我不要了，不要了，你们别烧，都别烧了。相当于呢我们超度了冤魂，所以如果之前没有打外面的绿头幽魂，那出去之后也打不着了。这里还蛮细节的。在后面的动画里面也能看到，南海的竹林里皈依佛门的黑熊精不解地问着观音菩萨，出家人尘缘已断，金海尽干，长老为何放不下一件衣裳呢？菩萨回答道，若不披上这件衣裳，众生又怎知我尘缘已断，金海尽干呢？参禅100年，不如贪心一瞬，可悲也可笑啊。回归现世，天命人继续赶路，钻过狭窄的洞穴，来到黑风洞口，推开沉重的大门，只见一位5大3粗的和尚正盘坐在中央，他就是黑熊精的化身黑风大王。这黑风大王虽然化形为和尚，心中却并没有佛法，喝下烈酒后朝天命人喷吐出火焰，还能化形为一股黑风进行袭扰，在显形之际重重砸下，还会利用黑风绕后偷袭。但是啊，在天命人的见招拆招之下，黑风大王被打倒，只得化成一股黑风逃往深山处。天命人进而追赶入山，天色已暗，山路凶险，还有众多远程攻击的敌人不好处理啊。天命人凭借着新领悟的本领到达了山顶，山顶上早已燃起了熊熊大火，一阵黑烟袭来，黑熊精咆哮着冲向天命人。在大战数十个回合后，黑熊精被打到溃逃，飞向塔顶取得大圣灵物，然而灵物却不受控制，带着黑熊精重重地摔在地下。这灵物缓缓移动到天命人的眼前，黑熊精赶忙求饶，说自己也是被天庭胁迫啊，看来这幕后黑手来自天庭啊，有点意思。从黑熊精的隐身图中，我们能看出这活确实是菩萨给安排的，而且抢着去的人排都排不过来，说明干完这活肯定有比如什么长生啊、成佛啊之类的好处啊。而且善财童子他爹也要去，善财童子是谁？那是红孩儿啊，红孩儿的爹不就是牛魔王嘛？后面的故事里咱们肯定还有对战牛魔王的剧情，这牛魔王与孙悟空可是好兄弟啊，可想而知这剧情会有多精彩了。此刻灵物化作一只鸟，即为大圣的世根。鸟的眼中散发出光芒，一段动画故事徐徐展开。很久很久以前，金池还是个小沙弥。这一天，他在林中抓青蛙，却意外迷路，遇到了黑熊精。黑熊精见到可爱的小沙弥，并没有伤害他，反而是把财宝给予他，与他结缘，让金池给他讲经念道。而小小金池在成长的过程中，看着身边身着绫罗绸缎的僧人们，十分羡慕。在此之后，他在寺庙里一路修行，活了270岁。
在当上禅院住持后，贪念无限放大，挣得几百件袈裟。正好这天唐僧和孙悟空经过此地，金翅长老看到唐僧的袈裟以后心生贪念，放火抢劫，却偷鸡不成18米，烧毁了禅院，害惨了身边人，最终也是葬送了自己的生路啊！唉。最后的这个画卷中呢，每一位人物还有详尽的旁白，我认为其中也是暗藏玄机啊。比如说黑熊精说他好好的守山大王不做，又跑回黑风山来，肯定是有人给安排的。因为他的命自禁箍带上之后便已注定，而禁箍又是观音菩萨给带上的，那黑熊精回来自然是逃不开上面那些人了。又说土地老儿背后有高人，这也应对了我们前面说的有个老道人过来嘱咐土地公公帮忙照顾这点天命人。这老道人确实不是一般人，我认为这个夜间细长已经暗示的非常明显了，就是菩提祖师。还有这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都预示了后面要发展的故事。那至此，第一回火照黑云的内容就暂时告一段落了。说实话，黑神话的剧情不像魂类游戏那样破碎，但对于外国友人来说确实不太友好。有很多原著相关的内容，如果不了解的话，确实很难将剧情连起来。至于隐神图里面那个还没有打到的妖王是谁，天命人是怎么被选中的，为什么这一路要重走西游81难，最终集齐的6件礼物会发生什么，这些问题到后面自然会一一解开。如果你也喜欢黑神话悟空，如果你也喜欢西游 IP 相关的内容，如果你也喜欢看啾啾讲游戏剧情故事，那赶紧点个关注加3连吧。我们下期继续讲第2回风起黄昏，在黄风岭天命人又会发生怎么样的故事呢？